今天的人们啊，以为他们是巫术，甚至是邪术，不对，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方术。所谓方术，方是指方剂，术是指术数。山医命卜相，这是后人总结的说法，大致包括了占卜、历算、天文地理、医药、堪舆、遁甲、炼丹、房中术等等多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啊，方术不仅囊括了有关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学科，甚至影响到了农业、工艺、军事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老祖宗所研究的不仅和现代科学有很大不同，而且还包括了很多正好和现代科学相反的东西。今天通常将其统称为迷信。迷信也好，科学也罢，既然存在，就有它的道理。那么今天秉着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原则，就让我来和您聊聊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玄妙神秘的方术。现代的风水堪舆行业有一句谚语说：一等地师看星斗，二等地师看水口，三等地师随山走。这是指看风水的最高境界，能够通过天星布局选择吉地，而不需要在山上寻龙点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上的星宿会影响到地上山川的形势。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呢，大到可以用于国家选定都城，小到可以用于城镇选址以及家居、房屋和墓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人事是天象的反应，人事要顺应天意。作为沟通天与人的重要手段，占星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都知道，西汉的时候，司马迁写过一部《史记》，后世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当时的官职啊，叫做太史令，这是干什么活的呢？除了编写史书，还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官职同样是太史令。司马谈写过一篇六家要旨，六家是哪六家呢？阴阳、儒、墨、法、明、道德。阴阳家被列为六家之首，这是因为司马氏世长天官，这是祖传的家学。有关阴阳家的书籍，专门的著作在汉代以后就已经找不到了，但是通过一些残留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不难看出啊，这个阴阳家主要是以谈论天道为主，根源仍是术数，结合了五行学说。这种学问对宇宙本体是有一整套看法的，代表人物是邹衍。邹衍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理论，就是五德始终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在战国时期相当流行。邹衍认为历史朝代的变化更替同样遵循五行相克的原则，比如夏商周三代，夏是木德，商是金，金克木，所以取而代之。到了周代是火德，火克金，所以周又取代了商。到了秦朝呢，因为水克火，所以秦被认为是水德。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啊，往往会利用五德学说来给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我们现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啊，尤其是《三国演义》，经常提到说夜观天象如何如何。这里的夜观天象实际上指的是占星术。日月星辰本来是属于天文学的范畴，但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很早就和占星术、阴阳、八卦、五行学说等等类似宗教神学联系在了一起。古人发现啊，这个月亮还有五大行星每晚都在星空上改变位置，而且它们都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轨道在运行的。这条轨道和白天太阳的轨道基本上是一致的，于是呢，古人就把这条轨道称作中道，也叫做黄道。把黄道沿线南北两边的星空啊划分为不同星区，这样就有了3元28星宿。古代讲占星的书籍有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消散在历史长河中。保存到后世比较著名的，一个是唐朝李春风所写的《以次占》，一个是瞿昙悉达写的《开元占经》。这一类占经啊，从日月五大行星、北斗七星、28星宿等等行星、恒星，再到彗星、流星、陨石、日食、月食，以及风雨雷电、山崩泉涌等等异常的天象气象，都有相对应的解释。人们以此来占卜预测自然灾害、政治、军事的吉凶祸福。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在湖南长沙呀，考古工作者们发掘了马王堆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占天文气象杂占》同样属于这一门类。五行占的内容主要是以岁星、荧惑、田星、太白、辰星来占卜行军用兵的胜负顺逆。岁星指的是木星，荧惑是火星，田星是土星，太白是金星，辰星对应的是水星。太白提到最多，荧惑是其次。五行占啊，列有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共计70年间，金星、木星、土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其测量与推算的准确程度让人惊叹不已。有了这种长期且详细的天文观察记录，古人就可以将各种天象与各地汇报的气候灾异以及人类活动情况进行大数据的对比分析。人们发现日月和5大行星的运行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着巨大影响，于是呢，人们便将各种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历史事件记录在了史书当中。所以这种因为天体运动导致地球气候变化进而影响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中比比皆是。通常情况下，人们还会专门写成一篇天文研究报告，叫做天文志。比如《汉书天文志》，其中就记载了西汉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天象，共计81条。马王堆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是一种带有图画的帛书，同样是以占卜用兵为主。比如说看到某种云气出现在军队上方，就意味着要早早办事回朝了，不然将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池上方出现某种形状的云朵，那么看到这个，主攻的一方就赶紧撤吧，这个城啊暂时打不下来。我过去讲五代十国和五胡16国，这个史书记载中啊，时不时能够看到某个部队当中有术士瞭望军气，以军气判断胜负去留，就属于这个范畴。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啊，出现了很多次对占星术的描写。我们现在知道它其实很多都取材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比如《三国志》中提到说，12年10月，有星备于淳尾，荆州分也，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刘表卒，曹公平荆州。17年12月，星备于五诸侯，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这段史料记载啊，分别用天象预测了2个人物的命运，说的是刘表和刘璋。到了《三国演义》里呢，则变成诸葛亮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事，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除了人物，也有对国家兴衰的预言。比如《三国志》中可以看到说，前太白守天阙，与荧惑会，金火交汇，革命之象。汉作中矣，晋魏必有兴者。君权天授，天命所归的观念在古代深入人心，所以人们认为每逢改朝换代，必然会有天象予以显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占星家不仅要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要计算它们的运行周期，为制定历法和确定节日等等活动提供依据。因此多数占星家既要精通天文，又要精通算学。由于统治者们重视呢，这个占星术迅速发展，并且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以天象判断人世间吉凶，而逐步发展成为了一套复杂的占术体系。占星家对天象的预测记录，不仅推动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古代天文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前面提到的马王堆天文气象杂占，其中有28幅彗星图，每幅图上面用黑红2个颜色画成彗星图，下面是名称和解释。从图上看，彗星都分彗头彗尾2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者圆形的点，彗尾有宽有窄有长有短。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图文并茂的古代彗星文献。应该说明的是啊，尤其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占星学二者相互依托融合，占星学甚至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天文学的观测计算以及推算建立的历法一直相对独立的发展，这一点应该分开来看。天文和占星合为一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比重。从汉代到唐宋，
占星学大行其道，天文学呢只是内嵌其中。宋明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发展，占星学渐渐没落，天文学日渐崛起，成为主流。清朝帝制结束以后，两者相互交错发展演进，彻底改变。那么古代占星学渐渐也就成为了历史。汉书艺文志啊，把汉代官方藏书中的术数书分成了6类：天文、历谱、五行、诗规、杂占、刑法。术数也叫术数，很难定义，很难翻译。最早应该起源于上古的巫术，大概在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探索也不断加深。巫术啊，作为沟通人与鬼神和自然的活动，也就更加活跃，术数随之逐渐兴起。国外啊没有术数的概念，因此常用巫术泛指中国的术数和各种神秘事物。但是实际上呢，在中国古代，巫术和术数既是源流关系，又是并存关系，既有共同点，又有所区别。说巫术就是术数，或者说他们俩绝对的独立不同，都是不正确的。这一小节啊，我们来重点聊聊古代占卜体系中的龟卜和尸占。这两种占卜的起源都很古老，单就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从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龟卜还算得上古卜的一种。要说起古卜的起源，那可就更早了。1962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出土的卜骨，年代甚至可以早到大约5300年前。远古时期的人们通过动物的肩胛骨的色彩和裂纹进行占卜，今天适不适合打猎，能不能搬家，往往都通过骨卜来决定。这是一种分布很广且延续很久的人类习俗。通过不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般来说呀，地中海沿岸、西亚、北非、欧洲这一片的人们用来占卜的骨头啊，多数时候只看不烧。而中亚、北亚和北美地区流行用灼烧的方式进行占卜。中国的骨卜属于第2种，烧了再看。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骨卜往往和祭祀有密切的关系，用牲口祭祀，又用牲口的骨头进行占卜。对骨头的选择呢，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可能并不一样。比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卜骨，主要是牛、羊、猪、鹿的肩胛骨。这个鹿啊，可能是打猎所得，其他都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驯养家畜。把动物的骨头作为灵媒，这可能跟崇拜动物之灵有关，但是南北方之间还存在差异。骨卜的起源和分布啊，相对偏北。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日本都曾流行过这种占卜。龟卜起源和分布相对偏南，这2种方式最终在殷墟汇合，后来龟卜渐渐占了上风，取代了骨卜。通常情况下，两者都是通过灼烧以裂纹来判断吉凶。那么龟卜和骨卜又不太一样，在中国的食物链中呢，龟的地位并不突出，也不是主要的祭祀用品。人们对龟的崇拜，从大量文献记载来看，更多是和它的特殊的骨相、纹理、长寿有关。龟灵崇拜的起源相对比较古老，比如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墓地、仰韶文化的墓地，都发现了不少以龟随葬的现象。从时间上来看，在商代甲骨占卜空前广泛，商王和贵族们几乎是无事不卜，并且形成了严密的制度。2周到春秋晚期，龟卜仍然是最重要的占卜方式，这个地位呢在世占之上。汉武帝五谷之乱以后，龟卜的地位开始大不如前，但是并没有就此消失，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这个龟卜是和动物之灵的崇拜有关，而世占则是和植物之灵的崇拜有关。世占啊，古人说是以湿草进行占卜。湿草这是一种北温带植物，西伯利亚、朝鲜、日本和中国基本上到处都是。古人认为这个湿草啊，一生1000年，看遍世间的旦夕祸福，因此可以用来预测吉凶。这种说法呢过于神秘。其实古代世占不一定都用湿草，更多的是用蒜绸，铺开一张小席子，然后把蒜绸排列组合，用数字占卜。这个蒜绸呢
是当时通用的计算工具，也叫做测，通常用竹木材质，偶尔呢也有用象牙或者骨头的。市占和龟卜在商周时期一直同步发展，汉武帝以后，龟卜开始没落，市占就因为儒传六艺有易经一脉单传，反而成为显学。古代的各种术数经过长期的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吸收，天文历卜五行诗规杂占刑法，这些术数相互借鉴融合，就形成了古代特有的术数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是春秋三易之一，是经过孔子整理改造的结果。汉代的时候呢，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天人感应阴阳在易思想尤为兴盛。这个周易呢，作为本就具有卜筮功能的工具，随之大放异彩，上到君王，下到百姓，易事成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那么从而也就演变出了运用湿草、棋子儿、算筹、铜钱或者骰子等等工具进行演算或者投掷，将其得出的数字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依照周易的原理方法得出卦象，再依照卦辞进行占卜。周易的风爻辞有阴爻和阳爻，通过阴阳爻组合成八卦，八卦再排列组合形成64卦。阴阳在风爻辞的解释中也被解释为阴阳二气，这个气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道家的发挥下所赋予的。老子将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里所说的由阴阳所产生的气，就是将自然界中两种相互矛盾的内容纳入到了哲学的范畴，是阴阳和五行融合的重要节点。阴阳是周易的理论基石，刚柔、动静、尊卑等等天下万物都含有阴阳的道理。阴阳观念所构成的宇宙大系统，也为易事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石，包罗万象，变化万千。简而言之呢，以上这些就是以动植物之灵作为媒介的占卜。所谓相术又叫刑法，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汉书》，具体什么用途呢？大到城郭市社，小到人畜器物，都可以通过声音、气象等等因素来辨别贵贱吉凶。相术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神秘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产生的源流很早，早在先秦时期，各种相术就已经初具规模。到了秦汉，各种相术类型发展到了非常丰富，除了给人看相，还有相马、相牛、相猪狗六畜，甚至相刀、相剑的。您注意，刑法所说的刑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只要是地面上的物质都可以包含在内，但是不包括对天象的观察。在古人眼中天象和地形是相对而言，二者属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这里我们重点来聊聊刑法相术的一个分支——堪舆风水的历史。堪舆是什么？这个词其实起源于汉代。《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皇帝问说，某某天能不能娶媳妇儿？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皇帝的风水先生，堪舆家在当时已经是众多占家流派之一。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在给淮南子写注的时候，对堪舆做了更具体的解释。他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由此可见呢，从字面上来理解，堪舆是通过对天道和地道的观察和阐释，以此来推断人事的吉凶祸福。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把死者墓地好坏和生者的贫富贵贱联系在一起，民间有了很浓厚的风水观念，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选择丧葬吉日的葬历，并且已经开始把风水和气联系在一起。这个气呢，被视作天地万物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其细无内，其外无大，充盈天地。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说气是一种力、一种场、一种能量。风水的好坏可以决定气场的优劣。到了魏晋时期人们越来越重视堪舆风水，除了继承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以外，还十分重视审视山势，讲究宫宅墓穴的方位、龙沙、排列布局等等。这一时期呢，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墓葬风水影响极为深远的人物，这人的名字叫做郭璞。
郭璞呢是河东闻喜人，东晋初年的风云人物，文学家、训诂学家、方术大师。相传郭璞写过一本藏书，其中第一次提到风水一词。他说：气乘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如果说中国堪舆风水文化在史前萌芽，在秦汉破土，到了唐朝则是开花结果的时期。说这个唐代的风水学家呀，往往兼天文地理于一身，有的甚至是朝廷中的高官，还有一些是精通方术的僧人道士。对于阴宅而言，风水学家事发前人勘察山川地势、阴阳五行、变方正位以外，又兼具星象占卜、时辰吉凶，同时呢，对阳宅的居住环境，比如光照、通风、排水方位，也都有了更加理性的观察和思考。到了宋代，整体文化趋势开始朝着世俗化、平民化发展。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宋一代诸录于各类书志目录的堪舆风水文献多达近300部，其中的大家有的是朝廷官员，有的是儒生、僧道、民间术士。一方面，风水活动及理论盛极一时，广入人心；另一方面呢，风水理论也开始进一步步入歧途，在民间涂上了更多的迷信色彩。具体表现是人们疯狂的迁徙坟地，以及由此引来的种种风波和纠纷。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呢，他的子嗣并不多。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京城东北角地势过低，应该垫高一些。宋徽宗照做以后果然儿子多了起来，但是他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大兴土木，笃信道教，劳民伤财，国力衰微，最终政权衰败，国破家亡。中国古代的方剂是医药养生和神仙方术杂糅不分的体系，虽然在汉唐以后二者逐渐分化，形成不同的领域，但是最初他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医术中的药这一项和神仙方术关系最大。古代的医术需要内服药物，而神仙方术也有服食。这个服食呢又叫服饵，服食的范围很广，从植物、动物到矿物和化学制剂几乎无所不包。如果单从成分上看，似乎和医术中的方药没有什么区别。古代医家用药同样讲究草木虫食谷，要想理解二者的根本区别，还是要从用药目的和药物体系入手。葛洪本《神农四经》将入药之物分为上中下3品，上品是升仙之药，可以让人延年益寿，升为天仙；中品是养性之药，可以防病补虚，维持不死；下品是除病之药，只能消极治病。所谓上品的仙药都有哪些呢？首推丹砂、黄金、白银，其次是元母、明珠、雄黄等等，全部都是金石矿物。再其次才是草木之药，比如松脂、茯苓、地黄、枸杞。葛洪所说的仙药以丹砂、金银最为重要，仅次于丹砂、金银的是5支，分别是石支、木支、草支、肉支、菌支。这5个类别各有120种，其中的石支大致是钟乳石一类的矿物，木支、草支、菌支是草木类植物，肉支则是蟾蜍、蝙蝠、灵龟等等动物。古代修仙的人们以服食外物来追求于天地其一的境界。在葛洪看来，人的周遭环境中，寿且久者莫过于天地，其次是金石，再其次是那些吸收了天地灵气的动植物。年寿越久的服食越能延年益寿，而那些通过化学手段用金石铅汞炼成的金丹，不但原料是天地精华，生成物也更是妙绝。您注意，这个修仙服食和医术都讲究服药，但是修仙主要以金石为主，而医术用药以草木为主，这是两者的一个根本区别。现代的化学专家多数认为中国的炼丹术可能是发源于战国和秦代奇烟方士们追求的长生不老药，但是这种长生不老药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
早期的炼丹眉目清楚一点的，但是在西汉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叫李少君的方士，自称能化丹砂来服用，能够增长人的寿命，甚至还可以见到海上的神仙，封禅不死。但是只有相关记载，没有任何的直接考古材料。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炼丹设备是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银石榴罐。北京大学的李陵教授认为炼丹术的起源可能和尸体防腐以及冶金术有关。这个尸体防腐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马王堆女尸，历经2000多年仍然保存完好。那么研究发现呢，其生前有长期服食朱砂的经历。古代墓葬往往使用大量朱砂，古人十分重视朱砂，除了它可以养精安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对治疗痈疮很有效。古人认为痈疮属于人体腐败衰老乃至死亡的同类现象，所以推而广之，把丹砂作为活体防腐剂来服用。上者求不老成仙，中者求却病延年，下者求死后不朽。这个马王堆女尸就是明显的例子，整个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除此以外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是药物学和冶金学的混合物，原料有丹砂、雄黄、白矾等等药物。但是古人呢，并不满足于这些自然状态的，还想要把它们配伍成方，从中提炼所谓的还丹金液。从技术角度来讲，这应该主要依赖于当时已经比较发达的冶金技术。前面提到的汉代方士李少君，从丹砂中提炼水银，制造金汞齐，为各种器皿镀金，并且相信这些器皿饮食可以增寿，这些应该也和当时的服食炼丹有关。好了，碍于时间和政策限制本期节目我们就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有什么感兴趣的或者没有讲到的，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